那个田淑珍啊，长得俊，招男人，对面的生意啊都被他抢走了。周主任，您不能这么说呀。嗨，这片人都知道，那老王家被他们挤得连饭辙都没了，家里还有个8岁大的娃，就喝西北风啊。他老婆梁月敏那可能干，肩挑手提，全指他一个人了。人是好人，热心肠，就是吧，脾气不好。他们家那个王有喜呢，人窝囊，而且听说那个房不行，所以啊，就怕老婆。哎，窦主任，哎，来了啊！哎，来了！哎，正好，这是检察院的同志，还是为那个老王家和老孙家那事儿来的。哎，赶快把你们那天看到的跟人说一说。哎呀，都说800遍了，你说啥？说你那天都看到啥了呗？白花花的。那天你们都在是吧？在，那肯定在。这么大热闹没赶上，那不吃亏了吗？我们这几天就指着这事下饭呢。哎，听说你老婆因为这事儿还跟你干了一仗？就是我说呀，就是大家都在传啊，这孙荣他老婆长得漂亮，确实身材真挺好的。我说的是好话，他生气了，你说？确实是，比你老婆强多了。操，你说我老婆干嘛？我就跟你斗了。停手！我说你们，陈哥，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替他们给您道个歉，行吗？你替人道什么歉？我其实就是这条街上长大的，这帮人的确无赖，但我也能理解，文化水平低，生活上没别的乐趣，邻居有点事儿他们能嚼半年。况且这次是当众扒了女人衣服。我跟你说，不用找借口啊！出了这种事儿，整条街的人连一个拦子都没有，啊？文化水平低怎么了？那是借口吗？我告诉你，当天所有围观的全是共犯。那咱总不能把这几百人全告了吧？所以都在钻在他们头上。陈哥，您消消气儿。对不起啊，跟你没关系。那咱吃碗面再回去，反正食堂也过点了。不是，不是咋了？不吃这条街的东西。宋晓光啊，对，哎呀，他现在这状态不方便见客。他不用见我，我就是看看。那您看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看看本身就是目的。小文啊，哎，宋晓光今天状态怎么样？他刚接受完治疗，又注射了咪达唑仑，目前正在休息呢。你看，不巧了，太不巧了。要不您改天再来？赵主任是这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那个开药处方、治疗记录以及用药记录都是有留档的吧？那当然，我们是要对病人负责的。明白，一定要保存好，说不定之后会用得上。如果有不实或者造假，相关人员是会被起诉伪造证据的。如果罪名成立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到时候我们法院再重新开启新的医疗鉴定也是很有可能的。说多了，您先忙，先走。哎，同志，要不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请跟我来。麻烦赵主任了，谢谢。进吧。比较窄啊。没事。到了。这个啊。这个，他现在就这样，这么热的天儿，每天都用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你看吧，这还盖着那么厚的被子，也不吃也不喝的。我担心这么下去，他活不长。送医院呢？送了，待不住。他在医院里面闹啊，
见着生人就催唾沫就嚎，医生也没办法。再说，我们是真没钱了。你先治都能索赔的。他赔我，他拿啥赔？他家要是有钱，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？他拿啥都得赔。我话就放这儿啊，不管他砸锅卖铁怎么样，必须赔你。人都废了，他赔，他能给我赔个好生生的人回来吗？那天，要不是我儿子死命拽着我抢了我的刀，我真是要把王有喜家两口子给剁了。我来，妈，绕开。妈，好了，别害怕，好了，不害怕，是我，我在呢，妈，我在呢，去哪？绳子，好了，抱抱，我在呢。记一下，沙发、水果刀、烟。老于，这根本看不出来啊！就是因为看不出来，才要重启鉴定程序。检察官同志，我真的是个好人啊，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干过，而且我做生意从来不缺斤短两。你要不信，你问问我们周围所有的人。还没干过，你当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猥亵妇女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是他逼我的，我不就扒了他衣服吗？他对我们家干了什么？你们问了吗？啊！我刚买菜回来，然后我就看见我老婆还有我妹就跟田书生打在一起。然后你干什么了？干什么了？别想！老婆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搞出人命了！你怎么跟不上王二怪呢？你放在那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胡说八道了？去，给我把他把铐过来！去！我就想，我就不过是扒了个衣服，我都真的不知道。他们家没开饭馆的时候，我们家生意好着呢。嫂子，王哥，来，我给你们买了点枇杷跟点心，可甜了，您拿着，以后还得多关照我们呢。来，拿着，可好吃了。你听我说啊，咱们街上人就这么点儿。开2个店，你不觉得这生意怎么做呀？嫂子，您放心，肯定不会抢您的生意，您放心啊。来拿着，可甜了，您爱吃我再给你买啊。王哥，我先回了啊，多吃点啊。他口口声声给我保证了的，他说不会抢我生意，可结果呢？他抢我的客人呀。后来呢？他还蹬鼻子上脸了。我们家给工地送饭送得好好的，又被他给劫去了。梁月敏啊，你也是个女的，你更能理解这个感觉，你就能当街扒人衣服侮辱人家？对，没错，我也是女的，那我怎么就能靠力气吃饭？他怎么就要靠勾引男人呢？田淑珍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，就是你们一家人导致的，你知道吗？装的。我还有个8岁的儿子，我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我是被他逼的，
是他逼的，是他自找的。你没去做他们工作吗？做什么工作？就说服他们悔罪啊，就尽可能的多给一些赔偿，然后争取受害人的谅解。你这将来定罪量刑的时候有好处啊。他到现在他都没觉得自己犯罪，哪来的悔罪啊？哪来赔偿？再说被害人凭什么谅解啊？但你没去做过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人家被害人家儿子12、13岁，在自己家门口，亲眼目睹他母亲被街坊邻居当街侮辱、欺负，他怎么谅解？那小孩每天上学放学，天天就路过这儿，他可能忘了吗？凭什么谅解啊？小陈啊，我们不能替被害人做主表示原谅，也同样不能替被害人做主拒绝谅解。对，没错。我知道你说的都对，但是这件事情上，我接受不了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是什么吗？最残酷的战争就是人和人因为生存而互害。你不觉得梁玉敏一家其实也很可怜吗？你这都是借口，而且我也不觉得，这不是借口吗？啊，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啊？哪儿的道理啊？你要是觉得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犯了罪，必须接受惩罚。我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。当你年纪大了以后，你就会明白，应然和实然是两回事儿。师傅啊，我要是有一天我碰见这种事儿，我都不愤怒了，我也不悲伤了，那我就完蛋了。那你想好了吗？准备向法庭建议怎么量刑了吗？全国人大关于严打的决定有明确的规定，啊，情节严重的犯罪，可以在法定刑以上量刑。不是你，但是很长一段时间，法定刑以上的量刑的案例已经很少了。但是这个规定没有废止啊，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啊。这个案子上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给他们